大家好，因缘爱频道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去看那个汉字是拜，也就是在几千年之前，这个拜这个字可能就是一束鲜花，后来它是逐步演变这个字变成今天这个情况。它的演变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？下面呢，我就来引示和大家一起分享。拜这个字，它是一个会意词，在甲骨文里面，这个拜字啊，它有好多款不同的写法。第一款呢，它是这样子写的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手啊，两个手捧了一束猴果，也就是小米一类的东西，是吧？虔诚的祭告天地，保佑来年有一个好的收成。甲骨文第三款，它只有单纯一个字，它不是猴果，而是花。这个是花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鲜花，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花，它的原字就是这个字。在甲骨文里面，这个拜这个花，它有3个不同的写法，就是在甲骨文中，第一款是碰到猴果，后面是鲜花，用鲜花来祭祀神灵，向天地祷告。那就是说，用鲜花代替猴果，代替食品，猴果就是食品。几千年之前，我们的上古先民就用这样的方法作为祭祀品来祭祀香肠神灵，用鲜花来祭祀作为祭品，不是我们现在才刚刚发明的，今天刚刚才使用的，不是。几千年之前，上古先民他们就已经使用鲜花代替食品，像香肠、祭告就有这样的风俗和习俗。所以我们今天用鲜花来祭祀我们的先祖，这是继承了我们祖先几千年来的一种传统和风俗。在经文里面，这个拜字基本上是继承甲骨文第一款，他这样写，经文里面手捧了一束猴果，祭祀天地。后面这个经文写法和甲骨文也是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在经文里面，它每一个字上面都加了一个手。
经文里面这后面的3款都是手捧鲜花，第一款是手捧猴骨。在小篆里面这个写法呢，它是继承经文，它把就是说鲜花和猴骨都去掉了，它是写了2个手合拢。小篆呢它这样写，这是一只手，这儿也是一只手，在右手的下面加了一小横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拜就是2个手合拢，左手向右手靠拢，这是一个指示符号，这一个小点合在一起这样的拜。这个2个手合拢的时候，它是有一定的规矩的，这个左手要在前面，这个表示是以理想的，以文会友。如果说右手在前面，是以武想的，以武力想象，这个情况是不一样。我们平时可能不一定注意我们看到那些打拳的一些朋友，然后像一见面的这个，他这2个手他肯定是这样子，很少看到是右手在抱住左手在前面的。主要讲一个礼节吧，所以都是左手在前面，表示是有意。为什么写这个拜字的时候左手向右手靠拢，是有这么一个含义在里面。隶书呢，它这个写法呢，它就是基本上就是继承了小篆的这个写法，就是在超全碑里面，他把这个字呢写成这样子，他把这一个指示符号呢，这一短横呢，他写在上面去了，写到这个顶上去了。所以说最后呢，就是开书的时候呢，他就写成这样，就是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手呢写这个地方就写成一撇，写成这样的字。就把指示符号和这个手连在一起了。现在楷书写成这样。我们说这个拜在周礼里面它是有明确的记载的，周礼里面把这个字拜呢又分为9种：起手、顿手、空手、正动等等，它有9种不同样式的拜。不过一般的常义的时候，这个讲这个拜的时候呢，它也有一定的形式。什么形式呢？一条腿官盔。什么叫官盔？就是现在这样子，手呢是放在膝盖上面，还有一个呢膝盖呢与另一个手呢放到地上，意思是一个膝盖要跪到地上，还有一只手呢也是跪放到地上，手掌放到地上，这是一种通常的拜的一种形式。还有一种是什么呢？所谓供，2个手供了，就是这样子的供。这个供是什么意思呢？是2个手抱好拳头以后要高过头顶，不好放到底下去，要高过头顶。所以这2个礼节，2个形式都是表示对对方很尊重很尊敬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在古时候这个拜的时候，通常的2个手合拢，要放到胸前，要放到前面。一方面是表示对你拜的人表示尊重尊敬，还有一种意思是什么呢？我的2个手是空的，手上没有武器。我们不是一个成语吗？图穷匕见嘛，一幅画拉出来了以后，就是了一个匕首露出来了，那就要有武器。所以那个2个拜的时候，供的时候，2个手放在前面，表示对方向对方说我手上没有武器。还有一种意思是什么呢？手伸到前面，我可以让你捉我，束手就擒，就擒嘛。这是古人对拜后供非常重视的一种礼节，也是很隆重的。大臣那些臣子拜皇帝都要跪下来，
还有古时考试的时候，学生见老师也要跪。而且结婚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看到让拜天地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那个过去都是要跪下来拜的，而不是现在就是说还点个头鞠个躬的，不是的，都要双脚跪地的。另外呢，我们就是说那个拜呢，还有就是通过一种形式呢，就是某种关系，拜师啊，拜把子啊。我们所看到的《三国演义》里面，六关长桃园结义，大家跪下来拜啊，这是我们古人最常用的一种方式之一，结成一种亲密的关系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也和大家把这个拜分享到这儿，谢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